你在2022或2023年有買過或看過德系電動車吧？搞不好是福斯 ID.4、寶馬 i 飛或是賓士 EQE。你當時一定覺得哇塞，這決策超讚德系品質、未來科技。結果呢，才3年時間，你的車就掉了45%到70%的價值。這不是你倒霉，這是常態啦。而且2026年會更慘。今天就帶大家看哪些德系車折舊最狂，還有德國市場的實際數據，保證讓你驚掉下巴。第11名，寶馬7系列5年折舊65%。先來講個讓人心痛的數字，慕尼黑旗艦款寶馬7系列新車價將近11萬2000歐元，約425.6萬台幣。根據2025年 IK Trade 的分析，5年後只剩約3萬9000歐元，約148.2萬台幣，直接虧了7萬3000歐元，約277.4萬台幣。平均下來，這台7系列每年掉的價值比一台國產小車還貴，到底怎麼回事？近幾年，寶馬把7系列拼命電動化，塞了一堆消費者根本不想要的科技配備，超大觸控熒幕、可選配的劇院熒幕、儀表板複雜到像數據中心，結果就是租賃車大量退車，二手車買家和車商根本不買單，車商只能賠本清庫存。電動款 i7 更慘，車身跟普通7系列一樣，但電池技術對很多買家來說早就過時了。現在買一台開了2年的7系列，等於買了一台還會持續掉價的賠錢貨。2026年恐怕會創下更慘的折舊記錄。第10名，奧迪 A6 5年折舊64%。奧迪 A6 以前可是德系商務房車的穩健投資款，新車價約5萬8000歐元，約220.4萬台幣。以前開4年，車況好的話殘值還很穩，現在時代變了。根據2025年 eCar Trade 的分析，開了5年的 A6 殘值只剩2萬700歐元，約78.66萬台幣，折舊率直接破64%。問題出在 A6 陷入身份認同危機，奧迪拼命推 A6 e-tron，把它當未來主力，搞得傳統燃油版 A6 看起来超老舊。買家不是等新款，就是直接衝 e-tron。二手車市场被企業租赁退車塞爆，大家都在等新車，没人買二手車。現在德國 AutoScout 24平台上幾千台 A6 掛着一樣的價格，根本賣不動。2026年2022、2023年租賃熱潮的退車會再一波湧入，價格只會更崩。第9名，福斯 ID.4 3年折舊46.1%。福斯本來想靠 ID.4 這款 SUV 讓大家都買單，畢竟是德系品牌，電動化又實用，結果反而變成電動車折舊典範，負面的那種啦。根據2025年第4季 Carvagol 的分析，2022年款的 ID.4 3年內就掉了46.1%的價值，反觀同等級的燃油款 Tiguan 同期只掉34.5%。差了整整11.6个百分點，到底哪裡出包？福斯拼命生產 ID.4，但市場根本消化不了這麼多。早期 ID 呢，4的資訊娛樂系統超卡 ，bug 一堆，用起來超火大。雖然後來有更軟體，但形象已經爛了。再加上2023年底環保補貼停擺，買車需求直接崩盤，已經生產好的車全堆在倉庫裡。2026年更慘，2022、2023年的 ID.4 租賃合約會大量到期，二手車市場直接被淹沒，價格只會再探底。第8名，賓士 EQA、EQB 小型電動車的結構性折舊噩夢。賓士推出的 EQA、EQB 兩款小型電動 SUV 根本是油改電，基於舊款燃油車底盤改造，不是從零開始研發的電動車。這一點大家都看得出來，市場也不傻。兩款車的續航力超有限，理想狀態下才跑420到450公里，實際開起來更短，二手車買家心裡門兒清。現在德國市場上2022年款的 EQA 已經有人低於2萬歐元，約76萬台幣在賣。新車價當初可是超過4萬5千歐元，約171萬台幣，3年折舊直接破55%，2026年只會更慘。賓士已經官宣，新款 CLA EQ 會用純電架構，還有 800V 技術，續航力直接破700公里。到時候誰還會花2萬歐元，約76萬台幣，買一台只能跑420公里的 EQA？ 新款 CLA EQ 貴不了多少，根本沒對手啊。第7名，寶馬 iX3 還沒停產後繼車，技術就過時了。2020年推出的時候 ，X3 算是很合理的電動 SUV， 續航穩，平台成熟，寶馬品質加持，但汽車產業更新太快 ，iX3 根本跟不上節奏。根據 Carvagol 整理的德國二手車資訊，2022年款當初約7萬4千歐元，約281.2萬台幣的 iX3， 到2025年底只剩4萬歐元，約152萬台幣，3年直接虧了3萬4千歐元，約129.2萬台幣。
最致命的是，寶馬在2026年春天官宣了新款新世代 EX3， 名字差不多，但平台完全換新，800V 技術，續航最高805公里，充電功率400千瓦，直接把舊款 iX3 打趴。现在在德國買舊款 iX3 等於買一台寶馬自己都承認過時的車。自從新款 EX3 官宣後，舊款 iX3 的需求直接崩盤，車商急着清庫存，折扣越打越狠，根本賣不動。第6名，賓士 EQE 3年折舊70%，賓士死忠粉都哭了。這個數字就算是賓士死忠粉看了也得倒抽一口冷氣。EQE 新車價約7萬到9萬歐元，約266到342萬台幣。根據 Carvagol 的德國二手車數據，3年內折舊將近70%，而燃油款 E 級同期只折舊約50%，差了20個百分點。對這個價位的車來說，這根本是毀滅性折舊。問題出在哪？EQE 其實是賓士在電動車領域的學習之作，市場早就看透了，充電速度只有 400V 架構，競爭對手都已經換成 800V 了。車內的 Hyperscreen 技術過時得超快，續航力雖然還行，但一點都不驚豔，日常開大概260到300公里。再加上賓士官宣了新款 CLA EQ， 技術比 EQE 強太多，價格還更便宜，現在誰還會買 EQE？ 純屬冤大頭啊！第5名，賓士 EQS 德國最貴電動車，折舊也最狠。EQS 是賓士電動戰略的旗艦款，卻成了德系豪華電動車翻車典範，新車價11萬歐元，約418萬台幣起跳。現在德國 AutoScout 24平台上開了18個月的車，有的甚至低於6萬歐元，約228萬台幣。開18個月才跑不到2萬公里，就虧了快5萬歐元，約190萬台幣。這折舊速度誰頂得住？ EQS 在德國的問題早就人盡皆知，很多買家抱怨空間比燃油款 S 級差太多，軟體功能太繁雜，資訊娛樂系統非但不好用，還超讓人火大。車商為了賣新車，只能打超大折扣，直接搞崩了二手車市場。2026年、2023年租賃熱潮的 EQS 會大量退車，市場被塞爆，根本沒人要，價格只會再崩一波。第4名，福斯 ID.3 ，ID 家族的第一個大敗筆。福斯本來想讓 ID.3 成為電動版高爾夫，結果反而成了德系汽車業軟體爛管理的經典負面案例。早期買 ID.3 的車主等了好幾個月才等到軟體更新，很多基礎功能買了車之後才解鎖，開車時要透過觸控熒幕調空調，交車時甚至沒有倒車顯影，軟體更新還超不穩定。德國的汽車論壇和 YouTube 上全是車主的抱怨，結果就是 ID.3 還沒大量上路，可靠日常車的名聲就爛透了。二手車市场更慘，開了3年，當初35000到4萬歐元，約133到152萬台幣的 ID.3， 現在只賣16000到2萬歐元，約60.8到76萬台幣，折舊直接破50%。福斯2024年給 ID.3 做了小改款，這一下舊款更沒人要了。2026年下一波租賃退車潮來臨，折舊只會更狠。第3名，奧迪 Q8 e-tron 第一代折舊最狠的初代電動款。2018年，奧迪 e-tron 後來改名 Q8 e-tron， 是英格爾施塔特奧迪總部推出的第一款純電車，空間大，舒適度高，還有奧迪品質加持，但問題也很多，車超重，效率差，而且很快就被自己的後繼款超越了。2023年，奧迪把 e-tron 改名叫 Q8 e-tron， 續航和效率都大幅升級，這對初代 e-tron 車主來說簡直是暴擊，自己的車一夜之間就成了舊款。現在德國二手車市場上，2020-2021年款的 e-tron 新車價當初超過7萬歐元，約266萬台幣，現在居然低於3萬歐元，約114萬台幣，再賣4到5年折舊破55%。德國市場早就被企業租賃退下來的 e-tron 塞爆，車商只能以跳樓價收車。2026年、2023年的 Q8 e-tron 租賃退車會再一波湧入，折舊只會更誇張。第2名，賓士 EQS SUV，EQS 戰略最慘的高價翻車款。如果說 EQS 已經夠慘，那 EQS LV 更離譜，新車價11萬歐元，約418萬台幣起跳，滿配款更貴。現在德國二手平台上開了18到24個月的車，有的只賣6萬到6萬5千歐元，約228到247萬台幣，1年半就折舊快50%，絕對值虧了5萬歐元，約190萬台幣。賓士本來想把旗艦電動款延伸到 SUV 領域，覺得德國人會為了賓士大電動 SUV 砸錢，結果想錯了。這台車雖然科技滿配，但第3排座位根本不適合成年人坐，車內某些地方就算是這個價位，看起來還是很廉價，而且車重超過3噸，開起來超笨重。現在德國車商賣全新 EQS LV，直接給2萬歐元，約76萬台幣以上的折扣。
2026年二手車市場會慘成什麼樣？用腳想都知道。第一名，福斯 ID.4 ID.5 租赁海嘯陷阱，2026年最慘場景。這才是2026年折舊災難的核心，不只是單一車型，而是一整個車系的危機。2022-2023年，德國有幾千台電動車簽了36個月的企業租賃合同，主要是福斯 ID.4 ID.5， 還有寶馬 iX3 這類車型。這些合約在2025-2026年會大量到期，退車潮直接淹沒市場。更慘的是，福斯會推出更便宜的新車 ID.2， 不到25000歐元，約95萬台幣就能買到，再加上中國電動車低價搶市。現在誰會花22000歐元，約83.6萬台幣買一台開了3年的 ID.4， 差不多的價格都能買全新 ID.2 了。2025年4月的數據分析已經證實，開了3年的電動車平均折舊 48.5%， 而同等級燃油車只有 35.5%。2026年1月起，中國車廠會再降價，加上新的政府新车補貼，二手車的價格壓力只会更大。现在買這些二手車等於踩雷。如果2023年貸款買了這些新車，2026年想賣掉，根本就是血本無歸。為什麼德國現在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4個因素湊在一起。第一，環保補貼停擺，2023年底補貼沒了，買車需求直接崩盤，二手車價格也跟着被壓垮，買家根本不想多花錢。第二，租賃退車潮來襲，2022-2023年的租賃車大量退市，市場供過於求，沒人接盤。第三，新款車型技術碾壓，800V充電，續航破600公里的新車一出來，舊款瞬間變垃圾。第四，中國電動車低價衝擊，整體拉低了大家對電動車價格的預期，德系二手車更難賣。簡單說，2025-2026年在德國買德系二手電動車能以超低價買到好車，但如果手裡有這些車想賣掉，別猶豫，趕緊脫手，越等越虧。以上就是11款2026年可能變不值錢的德系車，還有背後的原因啦。如果這支影片有幫到你，記得按讚訂閱頻道。你自己有其中一款車嗎？留言說說你買的時候花了多少錢，現在有人開價多少。